皮肤突然变黄，眼睛也跟着发黄，身上莫名其妙的痒，抓了又抓也找不到疹子，手掌心莫名其妙的泛红，前胸后背还冒出像小蜘蛛一样的红点。很多人看见这些就当过敏了，当湿疹了，当上了年纪长的老人斑了，随便抹点药膏就不管了。今天我必须要告诉你，这4种皮肤变化很可能是你的肝脏在拼尽全力向你求救。我们的肝脏被叫做沉默的器官，它里面几乎没有痛觉神经，等到你感觉肝区胀痛的时候，往往已经太晚了。可肝脏不会真的什么都不说，它会提前几个月甚至几年，通过皮肤把求救信号清清楚楚地送到你身体的表面。接下来我会把这一切彻底讲明白，包括哪4种皮肤信号必须警觉，为什么抽血指标正常也绝不能完全放心，以及今天看到这些信号你应该立刻去做的3件事。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肝脏是身体里最能忍的器官，它的代偿能力强大到可怕。哪怕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肝细胞出了问题，剩下的健康部分依然会玩命工作，硬是把抽血报告撑在一个看起来正常的范围里，让你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没什么大事。正因为这样，肝脏的问题很少是靠疼痛被及时发现的，它更常靠2条路提早露出马脚，一条是影像检查和抽血，另一条就是皮肤。下面我把这4个皮肤信号一个一个拆开说，请你边听边对照，看看自己或身边的家人占了几条。第一个也是最典型的信号，就是皮肤变黄，眼睛变黄，尤其是眼白部分先黄起来，有时候尿液的颜色也深得像浓茶一样。为什么身体会变黄呢？因为我们体内每天都在拆解老旧的红血球，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种黄色的物质，叫做胆红素。在正常情况下，肝脏会麻利地把它处理掉，随着胆汁一起排出去。可是一旦肝细胞受损，比如发生肝炎、肝硬化，甚至是肝胆胰区域的肿瘤造成了压迫，胆红素就排不出去了，它回流到血液里，把皮肤和眼白染成黄色。在这里要教大家做一个关键区分，如果你只是手掌和脚掌发黄，但精神胃口都很好，那多半是胡萝卜、南瓜、橘子这类食物吃的太多了，引起胡萝卜素血症完全不用担心。可要是连眼白都黄了，同时尿液颜色也持续加深，这就绝对不是吃出来的问题，这是必须立刻去看医生的紧急信号。第2个信号是不明原因的皮肤瘙痒，很多人根本想不到痒竟然会和肝有关系。这种痒是全身性的，莫名其妙的发作，皮肤上却看不见明显的红疹子或者疙瘩，抓了一遍又一遍。到了晚上痒得尤其厉害，涂保湿霜没用，吃抗过敏药也压不住，跑去皮肤科也查不出个所以然。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胆汁排泄不顺畅，胆汁里的一些物质大量堆积在血液和皮肤当中，直接刺激了皮下的神经末梢，让你感到一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痒。这是一种源自内脏的问题，只不过通过皮肤表现了出来。所以面对一种怎么查都查不出原因，怎么治都治不好的顽固性瘙痒，特别是同时出现了前面说的发黄，你的思路就不能只盯着皮肤，一定要往肝胆这条线上去想。第3个信号画面感最强，也最容易被忽略，那就是蜘蛛痣和手掌的红斑。蜘蛛痣的样子非常有特点，中间是一个微微隆起的小红点，周围放射状的散开一圈细细的红色血丝，看上去就像一只小小的红色蜘蛛趴在皮肤上，好发部位集中在脸、脖子、前胸和手臂。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测试，用手指轻轻按住中间那个中心点，周围的红色血丝瞬间就会褪色变白，手指一松开，血丝又重新出现了。手掌红斑则主要出现在手掌的2侧，也就是大拇指下方和小拇指根部那一块区域，呈现出一种异常的绯红色，按压后会变白。这2种现象都跟体内的雌激素有关。正常情况下，肝脏会忠实地履行代谢职责，帮助身体清除多余的雌激素。当肝功能下降，清理不掉这些多余激素的时候，雌激素在体内偏高，就会让这些末端的小血管持续扩张，浮现在皮肤表面。需要说明的是，在青春期或者怀孕期间出现个别蜘蛛痣不一定代表有问题，但如果短时间内突然变多，变得非常明显，再加上前面说的发黄和瘙痒，这就是身体在郑重地告诉你，肝脏的代谢能力可能出了状况。我们曾经在门诊中接触过这样的情形，一位50多岁的男士有乙型肝炎病史，却一直没有规律追踪。有一天，他的太太发现他胸口冒出了几颗小红点，他自己觉得就是年纪大了长的老年斑，后来进一步评估才注意到肝功能和影像都需要再做深入检查。我想说的是，皮肤上那颗看似不起眼的小红点
有时候就是那个信号被注意到的转折点。当然，这只是很多病人的共性特征，并不是特指哪一个具体个案。如果你身边有长期喝酒的人，有乙肝丙肝的人，或者体检查出脂肪肝的家人，请一定把这些信息分享给他，花点时间帮他把这个信号看明白。第4个信号是黄色瘤和容易出现的淤青出血，这反映的是代谢和凝血出了问题的皮肤线索。黄色瘤常常长在眼皮内侧，也就是眼角附近，出现一块块黄色的微微凸起的斑块，这种斑块不痛不痒，却反映出身体深处的脂肪代谢已经发生了异常，而肝脏恰恰就是脂肪代谢的中枢。另一个伴生现象是身体变得很容易淤青，动不动就流鼻血、牙龈出血，皮肤上也莫名其妙冒出瘀斑或者针尖样的小瘀点。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帮助血液凝固的许多关键凝血因子都是肝脏制造的。当肝功能下降，凝血因子产量不足，身体的微小血管就容易破裂出血，形成淤青。好，这4个信号我们全部讲完了。黄疸查不出原因的痒，蜘蛛痣加手掌，红斑黄色瘤加容易出血，你现在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到底出现了几个。接下来我想带你看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从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的视角一起看肝脏，他们在关键的地方居然观察到了同一件事。现代医学眼里的肝是一座精密高效的代谢工厂，它负责解毒、制造胆汁、制造凝血因子和白蛋白，管理血糖和血脂的代谢，同时还负责分解掉体内多余的激素。这是一个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器官。传统医学讲的肝范围则更大，它是一个系统，相当于一个能量运行的中心，主要承担3个核心功能。第一是负责疏泄，也就是保证全身气血顺畅的流动，同时也管理情绪气，顺了人就舒畅，消化好、睡眠好，气堵住了就是肝气郁结，容易郁闷、胸胁胀满、爱叹气。女性还可能出现月经不调，古人有句话叫怒伤肝，长期生闷气，压力巨大，是真的会伤肝的。第二是肝藏血，肝脏负责储存和调节血液，与睡眠和月经都有密切关系。第三是肝开窍，鱼目其华，在找主筋。所以传统医学看到眼睛干涩、指甲问题和筋的柔韧度问题时，也会马上联想到肝。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这2套体系有3个惊人的交汇点。第一，他们都把肝和眼睛紧紧联系在一起。现代医学说黄疸最先黄的是眼白，传统医学说肝开窍于目。第二，他们都把肝和血液联系在一起。现代医学说肝制造凝血因子并管理门静脉血流，传统医学说肝藏血。第三，他们都把肝和情绪压力联系在一起。现代医学发现长期的压力、荷尔蒙加上喝酒、熬夜等行为确实会直接伤肝，而传统医学2000多年前就说肝主疏泄恶抑郁，古人没有显微镜却观察到了同一组联系，这一点真的非常了不起。但是不同在哪里呢？这一点很重要，千万不能混为一谈。传统医学的肝包含了情绪、消化、月经和经络眼睛，它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医学那个解剖器官，所以传统医学说你肝气郁结，不代表你的肝脏长了东西。反过来，一个早期的肝癌，传统医学的舌象、脉象也可能看起来还好。2套语言各自看到的是真相的一部分，一个是化学的真相，一个是能量的真相，合起来才能让我们更完整的看懂身体。皮肤上的这些信号，恰恰就是这些维度在身体表面共同的交汇点。现在我们来讲第2件极其反直觉的事情。很多人对我说，我每年都体检，肝功能抽血都显示正常，是不是就代表肝脏绝对安全了？我必须非常坦诚地告诉大家，肝功能抽血指标正常是好事，但绝不等于肝脏完全没问题。原因有3条。第一，肝脏的代偿能力极强，即便出现了早期的纤维化，甚至早期的肿瘤，剩余的健康肝细胞依然可以加班工作，把指标硬撑在正常的范围里面。第二，常规体检里那几项转氨酶指标，主要是反映肝细胞此刻有没有在发炎或受到其他损伤，它本来的设计目的就不是用来早期筛查肝癌的专用工具。第三，这一点是近期的重要进展。过去筛查肝癌主要看一个叫甲胎蛋白的指标，但它单独使用会漏掉不少早期病人。现在国际上越来越多采用多标记物联合模型，把年龄、性别、甲胎蛋白，再加上甲胎蛋白抑制体和异常凝血酶原等指标一起纳入，计算出一个综合风险分数。这种模型比单看甲胎蛋白或者单做一次超声波更能精准地捕捉到早期肝癌。除此之外，还有抽血检测循环肿瘤 DNA 的液态活检技术。对于那些因为太胖或脂肪肝导致超声波看不清楚的人，也可以改用简化的核磁共振来做筛查。
所以我的意思绝不是让你不相信体检，体检一定要做。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自身有风险因素，又出现了前面说的皮肤信号，千万不要只凭一张转氨酶正常的化验单就把心里的问号轻轻擦掉。今天我们比5年前拥有了更多更准的工具，完全有能力去把这个问号彻底弄清楚。我知道一提到肝癌2个字，很多人心里是发凉的，好像一旦发现就等于没救了。所以这一段我要给大家一些真正能让人安心的新消息。分成脂肪肝和肝癌2块来讲，先说脂肪肝，因为它是如今许多人未来肝病的起点。2023年，国际肝病学界做了一件大事，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正式更名为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英文缩写是 MASLD， 同时把它的严重发炎阶段也更了名。这次更名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它是在提醒所有人，脂肪肝不只是吃太油那么简单，它是与高血糖、高血脂、胰岛素抵抗这些代谢问题深度捆绑的全身性疾病，必须当成慢性病来认真对待。更重要的是，202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历史上第一款专门治疗这类脂肪肝纤维化的药物，它的作用靶点在肝脏的甲状腺素受体上，帮助减少肝脏内的脂肪堆积。在临床试验中配合饮食和运动，大约有1/3左右的人肝脏发炎得到了缓解，纤维化改善了一个等级。我要特别讲清楚，这个药是给有中度纤维化但还没有进展到肝硬化的患者使用的，不是人人都得吃，更不能取代管住嘴和迈开腿。但它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人类第一次对脂肪肝的纤维化有了针对性的药物可以用。在真实场景里，我们经常见到40多岁的人，体检报告上写着轻度脂肪肝，自己却完全不当回事，觉得大家都有，直到某一次更为细致的检查才发现，纤维化已经在悄悄进展了。但好消息是，只要通过认真的饮食调整、减重、控制血糖，再加上规律追踪，是很有可能稳住局面，甚至逆转早期病变的。所以我想要说的是，脂肪肝这3个字绝不能再被轻轻放过了。再说大家最怕的肝癌，就算不幸走到了晚期，今天的治疗格局也和5年前完全不同了。以前晚期肝癌很长时间只有一种靶向药可用，中位生存期大约10个月左右。这几年治疗主力已经全面换成了免疫治疗组合，这些组合一下子把中位生存期拉长到了16到19个月，甚至更久，并且让一部分病人实现了长期存活。还有更多更新的免疫组合在临床试验中表现得更好。讲这些进展不是让你放松警惕，而是要传递2个极其重要的信息。第一，肝病不再是查出来就等于绝望，越早发现能用的办法就越多，效果也越好。第二，正因为早期这么关键，你身体上出现的这些皮肤信号才需要被如此认真的对待。医学一直在往前走，而你要做的就是绝不让自己错过那个宝贵的窗口期。在那个窗口期里，我们还来得及做非常多的事情。讲到这里，我要按一下刹车。我们今天聊这些并不是要让你明天开始对着镜子数红点自己吓自己。从一个整体的视角看，一个孤立的短暂的小现象完全不用恐慌。但是当多个信号一起出现，短时间内明显变化，而且你本身又有风险因素，比如乙肝、丙肝、脂肪肝、长期饮酒史、肝癌、家族史，这3样条件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在用最认真的方式跟你说话了，你该去做一些针对性的评估了。在华人群体里，肝癌最大的元凶就是乙型肝炎，其次是丙肝，然后是脂肪肝和酒精。有这些问题的人，正是需要规律追踪的高风险人群。看到这些信号，你今天该做的3件事是什么呢？第一件事，记录和拍照，把你注意到的皮肤变化用手机拍下来，记下发现的时间，然后观察它是在变多、变明显还是保持稳定。这个变化趋势远比某一天的模样更重要，也能极大的帮助医生做出准确判断。第二件事，做对检查，带着你的观察去找专业医生，请他评估是否需要做完整的肝功能检测和腹部超声波。如果你有乙肝、丙肝或相关病史，再看是否需要加做甲胎蛋白或者前面提到的多标志物联合模型这一类更进一步的精准筛查。第3件事，管理好风险源头，有饮酒习惯的要坚决减量或者彻底戒掉。有脂肪肝的人，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它全新的定义，就请认真处理饮食结构、体重和血糖问题。有乙肝、丙肝的人一定要规律追踪，绝不要放着不管。肝癌很多时候就是从这些可以妥善处理的问题，一步一步悄然发展过来的。肝脏虽然沉默，但它绝不是无声的，它会通过皮肤提早跟你说话。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出现了这些皮肤信号，
或者有乙肝、丙肝、脂肪肝、肝癌家族史，这件事真的需要个体化的评估，绝不是自己上网随便对一对症状就能了事的。我们一直强调整体评估的价值，把各方面维度的信息结合在一起看，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这里有一份整理好的肝脏求救信号自查清单，里面包含了4个信号的详细自查方法和应该做哪些检查的指引，请你一定找到并对照使用。记住，今天所有的讲述不是为了制造恐慌，而是要让你看懂身体的密语，看得懂，能评估，会处理。听懂身体的话，就是照顾自己最好的开始。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一定要点下关注并分享给身边重要的人，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更多守护健康的提醒。我们下次再见。